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十五公主，见过公主。 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，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。 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，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。 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太史丞！何来恭喜？太史丞当初同意助我查案。 也是想借此机会帮圣上找到呈送密折之人吧。如今公主案告破，太史丞想查的事也水落石出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圣上认定此事，一切皆是凌宁教唆公主所为。太史丞，律法和情义。 如何兼得？法者，知之端也；君子者，知之远也。我虽乖张古怪，不是君子，应该也算不得小人。我对县主并不了解，无从判断，也无意指摘。耕地者有耕地者的心。 深宫中有深宫人的难，我不过是有些遇事傍身，耍些聪明伎俩，沾了些偏爱，才从地上站起来。婉顺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没能站起来的我。圣上已下令厚葬十五公主。 谥号赵思，圣上还是爱重十五公主的。你我都知道，何为爱重？采樱花而灯霞兮，掩浮云而上正。幸好
他已经去了他想去的地方。太史城不是什么法理无情之人。我知道那日从寺庙回来，你没有去面圣。怀瑾平日都是在太史局值守，很少回家，倒是让县主扑空了。不妨事，夫人做的透花瓷比宫里的还好吃，我没白来。县主喜欢透花瓷，小时候总爱闹脾气，非要吃到透花瓷才能好，软糯香甜，吃完熨帖，便什么脾气都没有了。夫人身上的味道和太史城所用香囊不同啊，那香囊是专为他们父子2人所制，我自用的熏香是以花香为主的。夫人竟会自制熏香？把我的熏香拿来。这些都不是太史城所用，他们的用完了，还没有做。这些香味儿，没有县主喜欢的。太史城的香囊里有檀香和没药，我很喜欢。端王妃也喜欢男子用的熏香。县主英姿飒爽，果然有端王妃年轻时的样子。妾夫失言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县主见谅。15年前，端王府的案子太过惨烈，也算不上秘密。但这15年来，人人都怕冒犯到我，对我父母之事讳莫如深。我本以为没人记得端王妃了。方才听夫人称赞母亲，我心甚慰。夫人不必太拘谨，我倒想多听听父亲母亲之事。在我年少时，曾在上巳节与端王妃有过一面之缘。王妃容貌屹立，玲珑飒爽，见之难忘。端王更是骁勇善战，威名赫赫。老天呐，总是这样的不公平。是啊，从此上元节，
我再也无法和父母团聚了。那年的上元节，怀瑾是在太史局值夜，没有回家，是我和郎君陪着萧老夫人过的。老夫人习惯在上元节守夜诵经，午夜时才睡去。那晚郎君本有公事在身，却因恪守孝道，只得陪着老夫人熬过了子时，才匆匆出门。子时，次日一早，郎君回到家，我才知道发生了大事。15年前我太年幼，那晚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有些事不记得了，也是福气。你到底还是来相府了？不来怎么找凶手？你要是能在这儿找到凶手，我叫你师傅。为何不行？你果然有事瞒我。啊，对，我瞒着你，在醉仙楼喝了好酒，哎，我还吃了一碗上好的红烧羊肉。查到了什么呀？看来是什么也没查到啊！我猜啊，15年前上元夜，萧府就根本没人去过段王府。排除嫌疑，也算有所收获。裴爷，放下吧。太过执着只会草木皆兵，扰乱心智。原本清晰明了的事也会变得难以琢磨。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？放心吧，当年是如何说的，如今还是如何说。阿娘觉得他是真的忘记了吗？县主聪明玲珑，今日前来，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这熏香。若他想起，便要设法应对；若没有想起，便要阻止他想起。县主在这里没有问他想要的答案，恐怕也不会再来。多谢阿娘，卡尔已经回太史局了。你阿耶就要回来了，见个面你再回去吧。不必，今日之事也不必告诉父亲。卡尔已经回去了。
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我还当是夸大其词呢。圣上，你看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，倒像是水珠一般。此花虽不似牡丹英容华贵、大气坦荡，但却娇俏妖娆。这香气嘛，也是若有似无的，让人忍不住一再靠近。难怪叫做百媚生啊！哎呀，圣上，这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。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圣上，送书卫回宫，快！送书卫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！兴庆宫之中，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！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，老奴帮您烧了。有劳。县主啊，这大半夜审案子啊，不等明日见了圣上再说吗？一想到卢建义还能舒舒服服在家睡一晚，我就浑身不舒服。劳驾二位跑一趟，毕竟是圣上亲自过问的案子，就劳太史丞来做记录了。那就开始吧。卢建义再讲一遍昨晚在燕子楼发生的事儿吧。我有事办到了燕子楼，跟柳婴儿交流曲谱。哎，就是这一段。卢建义再和我们讲一讲，当时是如何同柳婴儿交流的。非礼勿听，这么晚了，县主既然要审案子，何不抓住重点，速战速决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也正好让我们见识一下
永泰2年进士的才情。昨晚柳英儿弹了一首新作的曲子，总觉得缺点趣致，我便为新曲谱了一首词：雾霭拢银船，月晕花枝新渐痴。好词，真是好词。只是我才疏学浅，能否为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何意？不过是些描写夜色的词句罢了。当时望窗外一瞥，见夜雾浓重，月晕朦胧，便随手写下这么2句，算不得什么才情。竹建议可真是有雅兴，可如此绝妙之词，怎会惹得柳英儿不高兴呢？我说曲韵不对，语词不合，柳英儿不服，便与我吵了起来。虚12刻，柳英儿气急跑了出去，我便起身去追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燕子楼的人都看见了。我真不知道什么绣红楼，更不可能去过。你2人定是吵得很凶，柳英儿才会从房间跑出去。匆忙之时，卢建义是如何得知当时是虚12刻的？是啊，为何记得如此清楚啊？因为当时楼里的伙计绕着楼一遍一遍地大喊：“5月初3虚12刻，陆郎君送上百鸟归巢。”那可是燕子楼最贵的彩头。所以卢建义那首词是写在虚12刻之前了。不错。那月晕也是在虚12刻之前看见的景色。县主啊，这怎么又说回那曲词儿了？知日月星辰，太史丞比较了解，还是问他吧。根据官方台记录，昨夜月晕于虚14刻开始，亥时完全消散。若卢建义亲眼看见月晕，那已是虚14刻。卢建义作词争吵，再到摔下楼，起码也得虚16刻。你撒谎了！不是，当真没有。诸位试想，若不是那伙计一直大喊虚12刻，我怎会知道具体的时刻？我从酉时半便与柳英儿在燕子楼是真，看见月晕也是真。若真有人撒谎，也应是那报时的伙计，怎能怪到我的头上？燕子楼并无漏刻，全靠附近的更夫报时。若那人与你串通，岂不是任由君变？你不过是半吊钱的价格，卢建义想要几时，便是几时。血口喷人！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，等更夫来了不就知道了？你别急，人已经抓了，马上就到。卢建义，县主已经在绣红楼见过你了，还会冤枉你不成？与其自作聪明妄想脱罪，不如老老实实的承认罪行。好了，此案牵涉到前朝后宫事关重大，大理寺协助内业局一起调查吧。至于卢正廉，待我明日上报过后，请圣上定夺。是。怎么如此惊慌？李佩仪查到那个跑掉的工人
是被卢正廉打死的啦。卢正廉今早已经贬官发配回乡了，还能追出去不成？真追出去了？是。以他的性子，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。若是给卢正廉供出我们的机会，那就不要给他开口的机会。现在动手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万一暴露，该你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下棋？这么沉不住气，那我可要赢了。别急，此局看似山穷水尽，实则仍有转机呀。田园之处看似无路可走，如何破局啊？妙哉呀！啊，三路线已成绝境，可绝境也能逢生。若是短兵相接不可得胜，便可围魏救赵。这不是想出破局的办法来了吗，王爷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钻了过去，斑马精了。这怎么办？车跟马都废了，今天怕是没法再赶路了。事儿越急越出乱子。你可不能丢下我呀！两个狱卒都死了，你这可是逃逸啊！不走难道陪你等死吗？王爷为我谋了条生路，岂能让你这个废物给耽误了？如果没事吧？李佩仪，你敢谋害四品官人？还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？认识吗？我已经承认我去绣黄楼下棋了，是你假扮那里的姑娘逗弄我，这是误伤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记得韩笑吗？到底谁是韩笑啊？我不认识，我也没听过。半个月前，壁上花案轰动后宫，一女子被埋在宫墙之中，尸体上满是伤疤，是被人长期虐待而死的。她生前被囚禁在绣红楼，脚踝间各有一颗红痣，她就叫韩笑。死了。你取了一个人的性命，却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。不是我杀的，绣红楼有那么多客人，凭什么说是我杀的？因为韩笑身上的伤疤和我手臂上一模一样。
这次没人能保你了。你不敢死，你处心积虑谋划这么多，就是因为你太想活了。你不光想活，还想风风光光、舒舒服服的活。你如此惜命，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。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别！小红楼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。 我都告诉你，我全说。今夜让你受惊了。 平安多谢海公相助。哎，只是我姑母还在度量手上。你不用着急，她知道你我有交情，绝不敢轻易动你姑母。今夜宵禁已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暂时在我府上休息吧。 海烟，你再练练。 都可以进宫当画师了。这印记，你见过这女子啊？ 坐。来，你见到这女子的时候，是10几年前吗？是的话，你就点点头；不是，你就摇摇头。 那你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，你阿兄在她身边吗？哟，嫣儿也在啊，那就一起用些点心吧。我实在是忧心姑母，就不叨扰了。海公陪嫣儿吃吧。 啊，好。郑源、度量。叶平安对付他们
难道是因为御史案？嫣儿，北兄问你个事。上回娘的寿宴上，你见过一名来贺寿的女子，她的手臂上啊，有这么个图案，能不能帮为兄把它画出来？声音好听吗？3、2、1，跟着我走，跟我走。娘，就是他！我儿说，他前脚还跟顾青玩呢，后脚就什么都不记得。醒过来就变成了这个模样，你家孩子再用这种让人犯迷糊的邪术传出去，会砸了你们顾氏的招牌。是，怪我们教子无方。这几个鸡蛋你拿着，我们一定好好管教他。这次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，再有下回我可没什么好说话。走。你慢走啊！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抢我吃的，还朝我扔石子，我教训他有什么错？哎，他娘！你不要劝。顾青，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许用你从那些邪书里面学到的歪门邪道。哎，你说你真是的，咱青儿有这个天分怎么了？青儿，你说。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？阿姨，你跟其他医师都只知医治身体之疾，而我要做天下第一个医心之人。你看看，天下第一狂妄！娘！哎呀，你是怎么当娘的？学医仙之术有什么不好？他不明白。你也糊涂啊！他就是太聪明，我怕他惹祸上身呢。小姑娘，你是叫顾青吗？听说你有让人乖乖听话的本事，我们呢都不信。我真会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
呀，你可真是个奇才呀！我们这次可真的相信了。喏，这是给你表演技法的赏赐。拿好，拿好。哎，他进去宅子，你们也会给他赏赐吗？当然啦，他也参与表演了呀。我们在里面给他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。你也赶紧拿着钱去买好吃的，等下次我要再看表演的时候再换你来。好，乖。啊！今天给谁看病啊？回来这么晚？够劲了，快点！唐县出大事了！我今天听人说，有个大官被抓了。县里失踪的姑娘根本就不是被什么山妖所捉，而是他让人捉了，关在废宅里。那些姑娘的清白都被糟蹋了，简直是丧尽天良啊！